家好，我是宁。这一集呢要来讲土象星座在2025年上半年的运势。不管你是太阳在土象还是上升在土象，通通都可以参考哦。我们第一个呢就先从金牛座开始。首先是金牛座的工作运势。好，你可能对于你想要做的事情，你觉得它很遥远，然后你有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往前踏出去那一步，你都有在思考。然后呢，你有时候想要踏出去，你有时候又想要关起来，就想要自己，又想要退缩，又想要自己安静下来。然后，但是最终呢，我觉得你还是可以找到你适合你的，而且可以做很久的工作，而且可以，比如说在待很久的公司。就是你在上半年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个追寻的期间，你还是会有一个犹豫期跟找寻的过程。那这不是坏事，代表你一边在摸索到底什么是适合你的，然后你一边在并行你的斜杠，然后是否要让这个斜杠成为你的主业，你都有在想这件事情，怎么样让你才能感受到有能量？这才是你在思考的事情。所以呢，在整个2025上半年的运势，是你还正在想办法找到你自己的定位，然后你还正在的想办法在这里面杀出一条你自己的血路，很棒，就是很努力。但有可能你可以再更积极一点，或者是再更多的行动力一点，然后再更多的初级，我觉得是会更好的。那我们来看感情方面。感情方面，你也有一些不错的交往的对象，如果你是已经有对象的人，你的关系也非常的稳定，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你比较偏向就是金牛座本来就很喜欢一个人的世界，所以就算你有暧昧的对象，你可能也都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然后可能会忽略他，对，所以建议你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然后更多的交流，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对，然后重点是那个沟通的方式呢，也不要太硬，或者是太绝对，而是你可以更弹性、更柔软的。然后不然总是让别人都觉得我们金牛座好像就是很固执、很无聊，才不是，我们有趣的很呢。所以你可以多用有趣啊，然后活泼的方式，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心意，或是让这段关系呢有更有趣的发展，好吗？那我们来看，天使呢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 ？Achievement， 他说你要专注在什么事情会让你感觉到成功，感觉到胜利，感觉到你富足，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情是到底，比如说斜杠跟正职，哪一件事情是会让你觉得有能量的，会让你觉得你做完这件事情你身心富足的。然后什么样子的人，你跟什么样子的人交往，你在一段什么样子的关系里面是会让你觉得你是开心的，会让你觉得有充饱电的，这很重要。所以不管是人际关系、工作还是交往的对象、生活，你要去注意、你要去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我有身心愉快，然后我有很愉悦，然后我很那叫什么法喜充满的感觉，这个是你要去想办法找出来的。那基本上呢，我觉得金牛座我们不是什么无聊的人，因为我们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投入。那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很投入，然后感到非常开心的，是你2025年上半年一个很重要的焦点，你要去把这件事情找出来，然后呢，把这件事情真的实践。那你在2025的上半年呢，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有非常不错的收获。好，那这就是给金牛座呢2025年上半年的一个占卜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针对土象星座的摩羯座来做2025年上半年的预测。那第一个是工作上呢，好，其实你正在非常的挣扎，你现在的这个职务，或者这个领域，或者是这个公司，你的挣扎来自于你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好好的生存，但是这个过程对你来讲非常的累，以及可能时不时就会有人想要来挑战你，就会想要有人来挑你毛病，然后说你不好，你内心非常的焦虑。再来，这个钱呢，也不是你所感到合理的价位，你会觉得我付出非常的多，可是为什么就领这样？对，你会有一些这样子的
内心的想法。那其实这也是一个你可以借此反思你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地方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人际关系或者是公司的文化都对你来讲那么的挣扎，然后钱也不是给的很到位，那是不是一个可以离开的一个准备？对，那你在上半年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做太大的改变啦，就是还是跟平常一样，但是你内心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然后会有一点在自我怀疑都是有的，然后或者是做很多的白工，你内心都会觉得非常的焦虑，然后跟辛苦，肉体上也是很辛苦，对，所以在上半年的时候，你可能对工作的想法都是比较偏，就是很挣扎的。那这里就是一个你可以好好的反思的机会，有可能在下半年的时候可以做出一些改变。那整体而言，以工作来讲的话，大概是这样，就是你还是会有一点想说我要不要离开，可是还不会正式的离开。在上半年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观察一下这个工作是不是你真的是觉得 OK 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好，在感情方面，我觉得会有一些不错的对象，然后跟一些合你胃口的人出现，或者是你在一段关系里面也会算是很顺利。但是，就唯一那个但是，就是你很容易跟别人意见不合，就是别人可能讲什么，你就觉得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你会想要跟别人有个争辩。你在工作上面你已经跟别人吵不完了，然后你在感情生活你还要再继续跟别人吵，这是有点内耗，有点疲惫。所以提醒你，就是占卜提醒我们说，不管你是太阳在摩羯，或者是上升在摩羯，你都可以去注意的一个事情，就是对于口角之争，不管是工作还是恋爱，你的口角的方面，讲话是不是容易让别人误会，或者是讲话是不是词不达意，或者是讲话上面会不会太冲，这些都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的事情，因为基本上都可以很顺利的。可是如果你在讲话上面、表达上面没有非常的清楚，或者是没有真正的表达到你内心的意思，都很有可能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误会。这个是我们要稍微就是注意一点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怎么说。好，他说这个天使呢，加迈尔，他说你要拥抱一些有健康的关系。好，所以你可以反思，是不是有可能在过去你都会有一些就是不是很健康的关系，就比如说不平等，比如说对方总是高高在上，比如说对方 PUA 你，这种很不好的、很就是令人身心灵交触的这些关系，我们全部都不要，我们慢慢的离开，慢慢的脱离。对，那你要审视的事情就是你要让这些好的人，然后好的人际关系来到你的生命里，那你要让这些不 OK 的离开，对，让他们就是走开。对，所以天使这边要提醒你的就是，首先你要拥抱这个健康关系之前，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健康的关系。对，所以对你来讲，什么叫健康的关系？有可能是你们可以互相鼓励，互相成长，互相变好，然后互相有良好的沟通的模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在过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或是你过去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健康的关系。从现在开始，从2025年的上半年开始，我们要一起的关注这件事情，我们要一起的来让这个友善的环境、友善的人际关系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好，所以这个呢，就是给不管你是太阳在摩羯，或是你是上升在摩羯的朋友参考2025上半年的运势的解析。最后一个星座就来到了处女座。好，我们来看一下，在2025年上半年的，不管你是太阳在处女还是上升在处女座，你都可以参考的一个运势的分析。首先是工作的方面。好，其实工作的方面，你正在观察，你正在想说，你到底这个职务是不是很适合你，是不是很 OK，然后这边的人到底是不是友善的，然后你想要变得更好。其实处女座呢，本身就有那种越来越棒、越来越厉害，然后好还要再更好。比如说，蔡依林她就是处女座。就是处女座，他就是会想要积极的让自己变更好的一个星座，非常的棒。所以你在你的这个产业之中啊，你会不断的在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发挥我自己的价值？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别人看到我，努力的那一面，看到我很有才华这一面？你在2025的上半年，你做得到，而且你可以做得很好。
然后你会有一些亮相的机会，你会有一些展示伸展的舞台，所以你可以好好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处女座来说，上半年的工作的运势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好好把握你可以伸展的机会，有一些可以出去报告啊，或者是出去出差，或者是表现的机会，你都可以好好的把握下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情方面。好，感情方面，我觉得会出现一些你蛮吸引你的对象，你会觉得好好奇，我会觉得这些人好有趣哦。因为处女座本身是一个按部就班，是一个比较古板的一个星座，但是你这上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让你觉得好特别，然后或者是很不一样，或者是很有趣的人，但你要仔细想哦，这些人他这么不一样，那你可以接受吗？有可能一开始觉得好好玩、好有趣，然后好新鲜，可能到中后的时候开始觉得好烦、好累、好讨厌的这个可能。所以你在挑对象的时候，你尽量还是要以一个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个性为主。那同样的，如果你是已经在一段关系里面的人，那你可能也是要去想说，关系的相处方式会不会让对方很累，或是你自己很累、很紧绷，会不会大家都想要很完美的人，可是实际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这个是处女座在感情上面。你会有一些让你很吸引你的事情啊，或者是很吸引你的人，有可能是什么小三之类的，对，但是这个都不是你要碰触的。远离好吗？就是处女座是不能做坏事的，所以不要让自己就是深陷在那种就是很危险的状况之中，这不是你擅长应对的，所以不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怎么说。Gratitude， 好，他说你要感激什么呢？我觉得有点像是你现在现有的工作、现有的伴侣，你要很谢谢他们对你的付出，然后谢谢他们包容你，然后成为你的伴侣，然后成为你的不管是工作同事或者上司、公司都好。但同时呢，你也要感谢你自己，就是为了这个工作，为了这个恋情，为了这样子的生活的付出的努力，你都要肯定你自己。好，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祈祷，你可以用吸引力法则，你可以用任何就是意念的方式，让这些你觉得很好的事情，你已经拥有的事情，你想要的事情，都可以发展得更好。对，所以他说 gratitude 就有点像是及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然后跟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你都可以用你的意念的方式，然后让它美梦成真。所以以上呢，就是针对于土象星座的2025年上半年的星座运势的分析。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请在这边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帮我留言，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订阅。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